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行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
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讲讲手相出现这4种吉祥的符号，富贵无疑，早晚必发。手相预测主要从色泽、形体还有纹理这3点入手。手相重、纹理清晰无杂纹的命主，一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事业有成，婚姻早成，财运早旺。如果手相重再出现一些特殊的较为有利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元宝纹，元宝纹是指手掌中的玉柱线、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一个元宝纹，注定一生财源广进，富贵有望。下图中命主实际从小家庭不富裕，毕业后23岁工作，27岁仍奋斗，但事业运开始有所好转。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1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此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重，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重若有此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难得的10大吉祥手相。财富纹，财富纹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财富纹直且长的人，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会有很多，而且获取财富的路上也没什么曲折。如果很短很曲，就说明这个人这辈子获取的财富不仅少，而且过程也很艰难。手指缝，许多人手指并拢之后的空隙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没有间隙，说明这辈子是很能守住财的，因此这辈子也会过得比较如意，顺风顺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浪。断掌纹，断掌纹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相。如果手上有断掌纹，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是非常吉利的手相。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要抓住机会努力，这样才能功成名就。红润厚实的手掌，其实红润厚实的手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手掌厚实，捏起来比较软，说明这一生都会大富大贵，而且也很平安吉祥，是很好的一种吉祥手相。不动产纹，有这条纹路就说明自己会有很多家产，不仅是房子，而且还会有许多的财富，毕竟房子也是一种资产，房子越多说明钱也就越多，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会非常富足。
6. 钱财文，钱财文这里可能不止一条，钱财文越多，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是越多越好。钱财文只要有，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因此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才好发财。7. 直觉线，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很有投资理财意识，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吉祥富裕。8. 手中财库，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个财库越大，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9. 太阳丘隆起，许多人的太阳丘都是凹进去的，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不过太阳丘隆起的人，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有发大财的机会。如果太阳丘很饱满，那么也会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10. 中指长，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是很尊贵的人。第3，手握金竹必暴富，4种发财手，越来越富有。一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密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何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掌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而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4，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
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5，案例分享。第一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达不见缝隙，偏土行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指节间米糠数文。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弱，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二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易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驿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前，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兜而肉，晚年能享子孙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细加讲讲。快看手上的9大财富纹，你有几条？一条就发了。你听说过手相中的9大财富纹吗？9大财富纹主要是提示你发大财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手中只要有此9大财富纹中的其中之一，你这一生中就非常有可能发大财。
与此同时，从这些财富文中还可以解读出你发大财的方式、发大财的程度、发大财的相关因素等等。对照手相的财富文，了解自己的发财路，把握机遇，点亮人生。1. 财运文，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你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2. 星形文，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3. 井字文，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文、十字文等之类的，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4. 田字文，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文、口字文等之类，田字文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文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5. 豪宅文，豪宅文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文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6. 黑字文，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字文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然，自然握拳时，黑字文正好在拳头内。7. 公印文，公印文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手相中有公印文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8. 玉桂文，玉桂文起于前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文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利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9. 祖弼文，祖弼文顾名思义，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亦因得长辈之印币，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文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第2，隐藏在五指中的秘密，看完不要太吃惊。1. 大拇指，大拇指是我们五指中最粗大的，大拇指形状长而坚挺的人，代表着年幼时运势顺利，学业有成，也是比较追求精神上的满足的一类人。而大拇指较短的人，则较喜欢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大拇指第1节代表意志，第1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坚强，不怕失败，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反之，第1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大拇指第2节代表理性，第2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力强，冷静沉着。反之，第2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也比较不理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余4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就代表作者他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大拇指与其余4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代表越保守，越依赖，缺乏开创力，个性沉默，甚至带有神经质。但是拇指如果过长的话，则有虐待倾向。2. 食指，食指又称为人指、头指等。食指形状端正修长，不歪斜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兄弟姐妹相处融洽，或朋友对自己有帮助，对于感情也能认真负责。食指较长的人，对自己的成就抱有很大希望，
但爱指指点点，发号施令。食指较短的人较懂得理解他人感受的，但自己却容易感到孤单，需要伴侣的保护。如果食指的长度比中指更长，这代表其人是有权力欲；而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有管理能力，能驾驭部属，但不会继承父业，会白手起家。3. 中指，中指位于手掌中央，又称长指。中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心思细密，能坚持到底，但这种人比较自我，不易接受新事物。而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坚持到底。做事也较为冲动，凡事喜欢凭直接来判断。如果中指显示的比其他手指特别突出而粗的，这人是善于计算的。4. 无名指，无名指又称环指。无名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事业荣昌，家庭和乐，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壮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婚姻欠和谐美满。无名指尖端与中指一样长的人，主观意识强，性喜投机冒险，但缺乏耐性。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缺乏管理能力，比较管不动部属。5. 小指，小指又称尾指、小拇指，位于尾端最细小的一只手指头。小指形状端正秀长，不歪斜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可享高寿，子女贤孝，可以安享晚年。小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代表老年时期运势减滞，健康不佳，并需注意呼吸系统或肠胃系统的保健。尾指与无名指之间有明显的空隙的，代表其人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感到困难。尾指的第一节骨节明显的比第二节骨节长，明显的表示这人是有语言天分的。如果尾指在正常情况下有轻微弯曲的，代表这人做事时是容易偏心。小指尖端超过无名指第一节节纹的人，可以在公职领域或企业发展，可富可贵。第3，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一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2. 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3. 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4. 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 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
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龙旗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